我叫陆晨风。3个月前，我被江城首富陆家接回，成为陆家的真少爷。我以为他们会与养母一样，给予我亲情的温暖，却没想到等着我的是一场万劫不复的地狱。为了给爸妈争光，拿下代表江城出战江南省锦标赛的名额，我在雨天跑山训练。可是他们却亲手将我推入深渊，只为给杨子让路。刹车！我的天，怎么会这样？陈峰，你别怕，妈来了，妈马上叫救护车。妈，你来了。不怕，陈峰不怕，妈妈在，妈妈马上带你去医院，你一定会没事的。婉清，你不是说只是在陈峰的刹车上做点小手脚吗？为什么会这样？车队技术顾问跟我说，这次纯属意外事故。我也不知道刹车为什么突然失灵啊！我怎么可能害我的亲生儿子呢？明轩从小就心理健康承受能力差，可是我因为长期和陈峰分离，对他的了解还很欠缺。陈峰不一样，他坚强，就算这次比不了赛，以后也还有很多机会。我不是不想让他赢，我是怕明轩受不了打击。你说的也对，明轩这孩子自尊心强，全指望这次大赛出头。陈峰被我们接回来，本身对明轩就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确实要为他着想。是啊，明轩太善良了，就算他不是我们亲生儿子又怎么样？我们养了他20多年，他现在能依靠的也只有我们。明轩的赛车梦想，我们必须帮他实现。至于陈峰，以后慢慢补偿他吧。爸妈，你们看，江城选拔赛资格赛的杆位，我拿到了。我保证，决赛一定能把冠军奖杯给你们拿回来。陈峰真棒，真是妈妈的骄傲。不过比赛嘛，别把你弟弟林轩逼得太紧了，要互相照顾，知道吗？是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你们兄弟俩好好的，爸妈就最高兴了。去吧，好好跑。我一定不让你们失望。让亲生儿子给养子让路，原来在这个家里，我才是那个外人。佐藤伊勢、人事お心地療場。ここに適図で退場ら、人参療法、わからんかさ書き再生します。リグ夫人、今画像を見ましたが、状況が非常に緊急です。佐藤先生、息子さんは一体どうなんですか？楽夫人、患者の右手腕は粉砕骨折で、触側神経と中等神経が重度に圧迫されています。日语，他真以为我听不懂吗？徐婉清，你绝对想不到，养母当年为了让我接手海外赛车业务，请了最好的日语老师教我。無後日本新。ルゴ火災死軸と安牌最新でウェイチョン逮捕銀看板人入手図。敵や収益金が均衡盛況引くか。80% の確率で元通りに戻せると思います。術後は積極的にリハビリすれば、まだ試合に出場できる。全く問題ありません。80%，我的手还能治，我还能参加下个月的江城选拔赛。佐藤医者、動面症再生当時の負担大体。ここは来た違法ことごまくです。連平常生活と国根は。この子の手の怪我は本当にひどいですね。どうか最大限の努力をして治療してください。少なくとも将来的には日常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20年了，为了好不容易買いから、下ろした風失言何以外。我していたら。陈峰，记住，这只手是上天给你最好的礼物。不管以后冲出赛道多少次，妈都会帮你重新站起来。
陈峰，你醒了？别怕，妈妈给你找了最好的专家，等一会儿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吗？当然了，你是妈的亲骨肉，妈怎么会害你呢？陆家的骨肉，我必须离开这里。陈峰，你干什么？快躺下！陈峰，你怎么了？你别吓妈妈！陈峰，医生，医生！虹の図で傷口が開いた。すぐに手術しなければ。医生，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妈，等我手好了，我还能跑下个月的江城选拔赛吗？傻孩子，说什么胡话！你是妈10月怀胎掉下来的肉啊！妈就是倾家荡产，也绝对要治好你。快进去，妈就在门外守着你。ルーさん、ルー夫人。残念ながら、患者様は手術前に重度の二次的天災を起こしていました。噴血中に制御不能な大量出血に見舞われた。医生，到底怎么样了？手術は失敗した。普通症の重素度と限られた医療試験のため。ごめんなさい。彼はおそらく生涯二度と正確にハンドルを操作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彼のプロとしてのキャリアは終わったのだ。完了，彻底完了！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的儿子？他还这么年轻，你让他以后怎么活？陈峰啊，我的好儿子，是爸没用，爸没能保护好你呀。陈峰，你别吓妈妈，你跟妈妈说句话好不好？就算你以后是个废人，陆家也绝对养你一辈子。别碰我！陈峰，你是在怪妈妈吗？滚！都给我滚！陈峰，伤到哪里了？让妈看看。妈，我是陈峰。陈峰，陈峰，你怎么了？你在哭？我马上过来。哎呦，我的好哥哥，怎么才半天没见，你这只被誉为江城第一的黄金右手就包得像个发馊的粽子了？滚！别这么大火气嘛，弟弟可是特意来跟你报喜的。你这手想要参加下个月的江城选拔赛是不可能了。不过你别伤心，弟弟会帮你弥补遗憾的。下个月选拔赛的杆位，你就放心交给弟弟了。弟弟一定会拿下冠军的。靠捡漏拿个杆位，就把你激动成这样。陆明轩，你该不会忘了自己是个用爹妈钱砸出来的车手？你说什么？怎么，非要我扒下你的底裤？入弯不看刹车点，出弯给油永远慢半拍。要是没有我替你调教底盘数据，赛道上见真章，你就是个连我的尾都看不见的废物。
让人恶心。陈峰，妈妈来迟了，对不起。妈，对不起，是我太蠢了。我以为我能找到亲戚，我不该离开你，我不该推开真正疼我的人，我好痛啊，妈！不哭，好孩子，有妈在，没人能再欺负你。启动最高等级医疗应急，立刻给我接3个人。迈尔教授，我是沈兰，我需要你立刻放下手上所有手术。我的人正在去接你的路上。对，包机已经在慕尼黑待命。陈教授，纽约那边现在几点我不管，我儿子的尺神经和正中神经被人故意切断了。你是全球显微神经吻合手术完成过最多成功案例的人，这个手术必须你来做。中島さん、12年前、あなたは私に恩義を負っています。今それを返す時です。あなたの研究所で正式に発売されていないあの神経再生ステントを持ってきて、今夜上長へ。没用了，妈。医生说，我的尺神经和正中神经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破坏，我的手废了，我再也无法赛车了。陈峰，你听好，神经断了就接上，骨头碎了就重塑。我沈兰的儿子，就算天塌下来，妈都给你顶回去。爸妈，要不你们还是回医院陪陪哥哥吧，他手废了，连今天的比赛都看不了，一个人待在病房里，太可怜了。明轩，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善良了，不用管他，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是啊，明轩，你就是太懂事太善良。今天是你拿杆位夺冠的大日子，爸妈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看着你赢。谢谢爸妈，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陆晨风，哪怕你是真少爷又怎样？你的天才光环，你的赛车，你的一切荣耀，从今天起全都是我的了。怎么回事？陆晨风人呢？上个月测算数据的时候，他还亲口跟我保证今天会出战。他入弯的循迹刹车和极限高激励抗性是我见过最完美的，这可是他进军职业的重要一战，他难道要缺席？总监，实在对不住，我是陆晨风的母亲。陈峰他出了严重的意外，手骨折了，没法参赛，只能弃权了。什么？手断了？真是天妒英才！距离最后检录只剩3分钟了，如果他还不出现，我只能宣布陆晨风自动退赛。我宣布。谁说我弃权了？7号车手陆晨风，报道。陈峰，你怎么不在医院好好躺着？你这手还没过危险期。是啊，爸爸知道你心疼弟弟，特意带伤跑来给明轩加油。你这份心意，爸爸知道了。乖，快回医院静养，别在这里添乱了。总监，我申请进入检录通道。检录？你疯了吗？你看看你那只包成木乃伊的右手，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你拿什么开车？拿脚吗？陈峰，别闹了，爸妈已经给你找了更好的新专家，你快回医院，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新专家，我看是想彻底废了我的刽子手吧。胡说八道什么？陈峰，妈不是不让你比，妈是怕你出事儿。你手刚做完手术，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陈峰，上周测算数据的时候，我就说过，你的循迹刹车是我见过最完美的。我还指望着你今天来破江城选拔赛的历史记录，可你这手，我可以参赛。你，好吧，既然你执意坚持，按规矩不取消资格。1号车手陆明轩，准备跑圈吧。
哥，你这是何必呢？人要学会接受现实，而不是争强斗狠、自取其辱。是吗？确实有人自取其辱，但不是我。那我拭目以待。我先跑圈了，期待你的超越。1号车手陆明轩江城选拔赛单圈成绩1分28秒42，创造目前全场最快圈速，距离破历史纪录仅差2秒。看来你只能坐在这里当观众了，是吗？入弯提早了0.5秒，出弯给油推头，这种垃圾数据也值得你炫耀。死鸭子嘴硬！从今以后，你的荣誉、地位和家庭，统统都归我了。你就在这破轮椅上赖一辈子吧！我的东西，就算你拿了，你有命开吗？请7号车手陆晨风准备。陈峰，你别闹了，听妈一句劝，面对现实吧。妈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的手已经废了，连个水杯都端不稳，你拿什么去跑高激励的赛车选拔？别让妈担心，好吗？不。你这个死不悔改的！你妈为了你这只手操碎了心，眼泪都哭干了。你非要在全江城的媒体面前把陆家的脸丢尽才甘心吗？一口一个为了我好，我只想问一句：你们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吗？一口一个为了我好，我只想问一句：你们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吗？你在胡说什么？总监，7号车手陆晨风申请上赛道。爸妈，你们不要怪哥，他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他不是故意要气你们的。唉，你哥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哥哥，你这右手包得跟粽子似的，别说开车了，连方向盘都握不住吧？还是乖乖回医院躺着吧。この子は手の怪我が重すぎる。できるだけ守ってください。でも彼に二度とレースをさせないで。神经断了就接上，骨头碎了就重塑。我沈兰的儿子，就算天塌下来，妈都给你顶回去。谁说我上不去？你上去了又怎么样？难道你要靠着你废掉的手去开车吗？你能不能让妈少操点心？是啊，哥，我知道你要强，一直想获得爸妈的认可，但你现在这副强行表现自己的样子，真的是丢人现眼。谁告诉你们我的手废了？这怎么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妈，不要担心，他就是在装腔作势。别说他的手受过重伤，就算完好无损，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属于我的东西，谁都夺不走。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妈，别担心，他就是在虚张声势。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的神经明明断了，他应该连拿个水杯都费劲，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毫米级的极限微操？佐藤那个没用的东西到底在干什么？见鬼了！他不是废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手废了的人，怎么可能还能这样开车？
是第一，我才是陆家倾注心血的天才，凭什么你一个底层里长大的废物能压在我头上？凭什么？喜欢跑是吧？喜欢出风头是吧？老子要让你再也开不了车，倒是看你还怎么跟我争！ 1分20秒42！天哪，他比陆明轩快了整整8秒，在一条标准的 F4级别赛道上快8秒，这是绝对的碾压，这是本赛季最具统治力的表现。7号车手陆晨风，他不是来参赛的，他是来给所有人上课的。快，把照片传回社里，头版头条：王者归来，碾压式圈速刷新纪录。太震撼了！ 这简直是在打所有质疑者的脸！8秒，怎么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佐藤明明说他的手废了，他怎么可能跑出这种成绩？陆博远，你去问问车队的人，到底怎么回事？婉清，你别激动，这么多人看着呢，赛前检录都没问题，咱们现在去闹不好收场啊！没用的东西，全都是没用的东西！ 少爷，刚才您在赛道上的时候，陆明轩偷偷去了您的备胎区。我这好弟弟，为了赢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少爷，要不我现在就把证据上交，直接交由赛事方和警方处理，让他为自己的恶意行为付出代价。不用，立刻上交证据多没意思。既然他这么喜欢在父母面前装乖巧，在所有人面前装天才，把视频备份，把截图冲洗出来。 要最高级。是。徐婉清，我知道你还有后手，等你表演完，我再让你看看什么叫万劫不复。陆晨风，你到底耍了什么花招？佐藤明明说你的手彻底废了，你刚才怎么可能开得动车？你这个逆子，你是不是故意伙同医生来骗我们？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怎么？看到我没有变成一个连筷子都拿不稳的人？ 看到我还能在赛道上碾压你们那个宝贝杨子，你们是不是特别失望？是不是恨不得现在再亲手让我受伤一次？你这个混蛋！快看，是7号车手和他的家人。陈峰啊，妈妈真是太为你高兴了！老天保佑，你的手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刚才看你在赛道上跑，妈妈这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是啊，是啊，儿子，你能重返赛场，爸妈砸再多钱请专家也值了。1分20秒42，天才，绝对的天才！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吗？刚才那个 U 型弯，极限的循迹刹车，出弯全油门不带一丝推头，你跑出了这条赛道建成以来最快的圈速。我现在宣布，本次江城选拔赛的冠军是7号车手陆晨风。 按规定，赢得江城选拔赛的车手将自动获得唯一一个代表江城出战江南省锦标赛的名额。省锦标赛冠军将代表江南省出征全国锦标赛。陆晨风，省锦标赛的名额是你的了。我的好弟弟，哥哥拿了冠军，又拿到了省锦标赛的唯一名额，你怎么躲在后面不说话呀？难道你不替哥哥感到高兴吗？ 各位，请你们不要这样说我哥哥，他刚经历过重伤就来打比赛，这份对赛车的热爱，我比谁都懂，也比谁都心疼。哥，我知道你想赢，想证明自己，可你不能拿命去拼啊！上个月你的车在盘山公路出事，刹车就那么突然没了，这不是运气不好，我是怕有人不想让你回到赛场。我哥他以前没接受过正规训练，开车风格是比较激进，但那是因为他从小没人指导，只能自己摸索。 这不是他的错，请大家看在他手伤未愈的份上，别再苛责他了。有什么议论，都冲我来。我说他手怎么伤得那么重，原来是手脚不干净被仇家报复了。这种有地下黑赛背景还惹是生非的混混，凭什么拿省锦标赛名额？简直是丢了赛车界的脸！陈峰啊，你到底在外面结交了些什么狐朋狗友啊？你这是要把我们陆家的脸丢尽啊！大家别瞎说。 我哥是清白的，
他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地下赛车，但也只是因为这是他从小生活在下层，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改不掉。参加地下赛车，这样的人怎么能代表江城出战？简直是给江城丢脸！没错，这种混蛋必须要永久取消资格。总监，我哥虽然跑得快，但他的右手之前受过大伤，谁知道有没有后遗症？刚才过7号高速弯的时候，他根本承受不住高 G 力的撕扯，方向盘都出现了明显的抖动，切角差了足足半米。他刚才只是运气好，没冲出赛道。如果去了省锦标赛，面对那些顶尖车手的贴身肉搏，他这种为了出风头强行上场的危险驾驶，不仅会害死他自己，还会在省锦标赛上丢江城的脸。他不配拿这个省锦标赛名额。没错，刚才我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车身一直在晃，这绝对是不负责任的危险驾驶。重申他的成绩，取消他的省锦标赛名额，把这种危险分子赶出赛车场。都给我闭嘴！你们懂个屁的赛车！说他危险驾车，说他车身晃动，简直是笑话。那是在挑战极限的滑一脚边缘。他对抗高达 2.5G 的横向基速度，出弯全油门的瞬间，通过微调方向盘来修正车尾的甩动，这是最高阶的救车技术。我以我这20年的赛事总监的声誉发誓，这1分20秒42的成绩，没有一丝一毫的水分。陆晨风是当之无愧的总冠军。他拿这个省锦标赛名额实至名归，谁有不服，现在就上赛道给我跑一个试试。总监，对不起，是我们陆家对不起您，对不起这场比赛啊，是我这个做母亲的管教不严啊。婉清，你这是干什么？陈峰跑第一不是好事吗？我不说出来我良心不安啊！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那个成绩是假的。陆太太，话可不能乱说，我们的感应线和微波计时是不可能出错的。我也不愿相信自己的亲生骨肉会做出这种下作事儿啊！可他为了抢走明轩的名额，为了那可笑的虚荣心，已经彻底丧心病狂了。我听人说，就在昨天，他偷偷往你们赛事计时员的账户里打了整整200万，就是为了在后台修改圈速数据。大新闻：亲生母亲大义灭亲，10名举报儿子通过和赛事组有不正当利益往来作弊。我就知道，一个右手受过伤的人怎么可能跑那么快？原来是花钱买通了计时员，恶心，品行不端，不要脸！哥哥，收手吧，偷来的成绩是不光彩的。就算你因为手残了，无法接受现实，你也不能干这种违法犯罪的事儿啊！你快向总监和大家认个错，不管你变成什么没用的人，爸妈和我都不会不管你的。明轩，天哪，你流血了！陆晨风，你这个混蛋，作弊被我当众拆穿，你不仅不认错，竟然还敢当众行凶！国远，报警，马上让警察把这个混蛋抓起来，我要他去坐牢！好弟弟，既然你这么大义凛然，为了赛道安全操碎了心，那我倒要问问你，刚才趁着所有人在看我跑圈的时候，你却悄悄潜入我的备用轮胎存放区域，蓄意对赛车轮胎动手脚，你到底想干什么？什么？蓄意混秽赛事轮胎？赛事轮胎若是遭到人为破坏，高速行驶途中极易出现失控险情，后果不堪设想，那是会瞬间爆胎翻车的，不仅自身安危难保，还会连累周围的车发生连环相撞，这是谋害，是赤裸裸的谋害！你血口喷人，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作弊被发现，就像随便泼脏水污蔑我，我没有，我绝对没有！混蛋！你不仅用不光彩的手段作弊，还编出这种恶毒的谎话来陷害你弟弟。陆家怎会养出你这般品行低劣的人？你现在立刻给你弟弟低头道歉，听见没有？对，道歉。你今天必须当着全江城的媒体给明轩道歉。你做出这种事，让我们陆家的脸往哪儿搁？让我给他下跪，就凭这个连刹车点都找不准，只会暗中使出不正当手段的人，他也配？你还敢嘴硬？你说明轩蓄意对赛车轮胎动手脚，证据呢？
你们这是在污蔑！污蔑！你拿出证据来啊！拿不出证据，我将依法追究你的全部责任。你们要证据，我有的是。哥哥，我不知道你到底从哪里找来的人，想伪造什么视频来污蔑我。如果我退出江城选拔赛，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能平息你因为受伤带来的怒火，那我愿意退赛。只要你别再抹黑我们陆家的名声。你听到没有？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混蛋！明轩连大好前程都愿意让给你，你还不满足？竟然还找个不三不四的人，弄个破视频来吓唬人！你以为靠这种伪造的垃圾，就能掩盖你违规勾结赛事、进行舞弊的丑事吗？赶紧把这破东西收起来，少在这里丢人现眼！伪造？好啊，嫌屏幕太小，看不太清是吧？这就是你说的证据。真的是三角钉，就在热熔胎边缘。这要是正赛换上，带着几百度的胎温过高速弯，绝对会瞬间爆胎翻滚。铁证如山，连人脸和动作都拍得清清楚楚，根本不是伪造。明轩，这真的是你干的？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去碰哥哥的备用胎，但我真的不是想害他，我是太紧张他之前受过伤，我听说他的备用热熔胎气压有点问题，怕他强行用干地胎上赛道会出事，才想去帮他检查下轮胎。我不知道那东西怎么会在那里，我真的不知道。检查轮胎，塞紧一点。需要用三角钉来塞吗？你是觉得在场这些玩命跑高激励赛道的车手都是瞎子，还是觉得赛事总监是白痴？哥，如果你觉得是我动的手脚，那就算是我好了，我不辩解。只要你心里能好受一点，这个竞赛我认了。只求你别再拿自己的安全赌气了。够了！在高达200公里的时速下，一枚三角钉就是杀人的利器，你这是蓄意谋害！你这种人渣还想代表江城出战，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阴险小人，赛道上的败类！我没有。滚出赛车线！滚出赛车线！把这个杀人犯抓起来，报警抓他！我宣布，1号车手陆明轩因品行极其恶劣，意图制造严重赛道事故，其江城选拔赛成绩全部作废，并上报大夏汽联，对其处以禁赛1年的严厉处罚，取消其参加本年度任何赛事的资格。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的成绩，我的名额全毁了。总监，您行行好，明轩他只是一时糊涂，禁赛1年，他今年还怎么参加全国锦标赛？参加全国选拔赛并拿到全国赛冠军，一直是明轩的梦想。求求您高抬贵手！滚开！这种赛道毒瘤，没直接送他去坐牢，已经是看在陆家的面子上了。陆晨风，你还死站在这儿干什么？他可是你弟弟，你难道真要看着他的梦想破灭吗？快去跟总监说这都是误会，你去说你原谅他了，说你不追究了，把你的省锦标赛名额让给他，快去呀！弟弟，我陆晨风没有弟弟，只有一个恨不得把我骨头敲碎的仇人。你让我去替一个往我轮胎里塞钉子的杀人犯求情，还让我把省锦标赛名额让给他。徐婉晴，你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水吗？你这个冷血无情的逆子！感谢总监的公正裁决，赛道只属于有实力和有底线的人。陆晨风，这是确认函，下个月你将代表江城出征江南省锦标赛，省锦标赛的冠军将获得全国锦标赛正赛的唯一名额。我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从没见过有人用这种方式跑赢整条赛道。你刚才那个横飘过线，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加油，让所有人看看什么是天才。
我答应你。啊！我才是第一，我才是天才！你这个毁了陆家的孽障，你给我等着！陆晨风，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今天让陆家颜面扫地，我不会原谅你的。后悔，从我重返赛道的那一刻起，该后悔的是你们才对。这只是利息，本金我会一分一分的讨回来。1分20秒42，不愧是我沈兰的儿子。今天在赛道上，那可是真正的王者归来。妈，谢谢您。如果不是您，我这只手就真的废了。傻孩子，跟妈还说这些？你是我沈兰的儿子，就算天塌下来，妈都会给你顶着。陈峰，你的手没事了吧？早好了，看到你来就更好。3个月前你执意要回陆家寻亲，连我的电话都不接，现在总算肯见我了。你别紧张，今天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来说正事的。我动用了顾家的信息网，全面分析了陆明轩过去3年所有的比赛遥测数据，他的驾驶习惯、刹车偏好、入弯弱点，我已经全部建立了数据模型。这是为了省锦标赛做准备，如果他动用关系取消竞赛，你必须在赛道上再次击败他。亲言做事一向利落，有你这个天才数据分析师在身边，陈峰在赛场上就等于多了一双眼睛。沈董，公司已经全面启动对江城陆氏资源的封锁，他们在赛车圈的赞助渠道、人才引进、赛事合作，最多不出3天就会全面断裂。好，徐婉清那个毒妇敢在我儿子的刹车上动手脚，我要让他在赛车界寸步难行。妈，等等。陈峰，你不会还对那一家冷血动物心存幻想吧？不，但是妈，请您先不要插手。陆家欠我的，不只是这只差点被废掉的右手，更是这3个月来被他们无情践踏的尊严。我要亲手在赛道上一点一点撕碎他们的伪装，我要让他们在最得意的赛车领域，像狗一样跪在我的面前。好，妈答应你，把陆家留给你亲手解决。不过，你要的东西，妈一样不少给你备着。我已经给你组建了全新赛事团队，从今天起，你将拥有赛车界最顶尖的后援配置。沈怡，陆家背后应该不止一个人。我来查他们的资金链，有发现会第一时间同步。妈，你放心，我发誓，我一定会让陆家所有人在赛车界身败名裂。滚！都给我滚！都给我滚！我不是废物，我是全场第一！陆晨风这个该死的废物，凭什么赢我？明轩啊，你快开门啊！你都在里面关了几个小时了，不吃不喝怎么行啊？你可是妈的心头肉啊！你这不是在剜妈的心吗？你别跟那个废物计较，妈一定会帮你把属于你的东西夺回来的。婉清，你觉不觉得今天这事儿太邪门了？他怎么可能在2.5个 G 的横向加速度下跑出全场最快圈速？哼，这有什么邪门的？肯定是佐藤那个收钱不办事的庸医，嘴上吹得天花乱坠，实际把那孩子的手彻底治好了。那现在怎么办？他拿到了省锦标赛名额，明轩又被禁赛1年，这要是传出去，我们陆家在赛车界的脸面往哪儿搁？慌什么？省锦标赛名额签了又怎么样？他只要还姓陆，就必须听我的。等会儿他回来，我再跟他好好说说。实在不行，就用训练经费的事劝劝他。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把我的名额让给那个废物，还要拿训练经费威胁我。好啊，我就站在这里，你们谁先来？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硬骨头！你吃陆家的，穿陆家的，你的命都是我给的。现在立刻去跟车队总教练说，你的手伤严重复发，无法操控赛车，把省锦标赛名额让给明轩。他一个往别人轮胎里塞三角钉的下三滥，就算我把名额扔到他脸上，他有那个胆子接吗？他的前途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不孝子！你口口声声为了弟弟，可在我陆晨风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弟。陈峰，这是妈妈特意给你求的平安符，回了陆家，往后你一定会顺风顺水，平平安安。陈峰啊，你这是干什么？父子哪有隔夜仇？你妈就是那个暴脾气，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听爸一句劝，一家人和和气气多好啊！你就当可怜可怜你弟弟，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进职业车队拿全国总冠军，你就把省锦标赛名额让给他，全当报答我们生下你的恩情，行不行？不行。好，你不让是吧？你长本事了，有种你就滚出这个家，永远别回来！那就当我从来没来过这个家。从今往后，我们母子恩断义绝。陈峰，你真要走？你手还伤着，你离开陆家能去哪儿？让他滚！别拦着他，离开我们陆家，我看他能活几天。我也很想看看，离了这层血缘关系，你们这虚伪的一家人会落得什么下场。记得多看新闻。来这里又是何必？明知道他们会这样对你，不亲自来这一趟，我怎么彻底看清他们的面目？从今天起，他们不再是我的亲人，只是我的敌人。那就别再心软了。我已经分析过陆明轩被你碾压后的心理状态，他现在正处于极度不稳定的崩溃边缘，这种人最容易犯错。通知下去，调动公司全部资源，全面切断陆家在赛车圈的所有赞助和人才渠道，给江城所有赛车俱乐部放话，谁敢再跟陆家合作，就是跟我们作对。是，少爷。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爸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哥哥既然这么恨我，那我走。只要我走了，把这个家还给哥哥，哥哥就会回来了。你们千万别因为我气坏了身子。明轩啊，你这傻孩子说什么胡话呢？你才是我们陆家的根儿啊！不怪你，都是陆晨风那个畜生在蓄意报复我们陆家，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不就是个禁赛1年吗？不就是个省锦标赛名额吗？我的儿子是绝顶天才，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帮你把禁赛令撤销，把那个名额抢回来。谁也别想挡你的路。喂，爸，我是婉清，您在京城还好吗？您的外孙在江城，被人欺负的连赛车都开不了了。他好不容易拿到的成绩，被陆晨风硬生生抢走了，还背上了禁赛1年的黑锅。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少爷，这是陆家在赛车圈的全部赞助合同和合作渠道明细，请过目。陆家在赛车界就这点人脉，也配在江城作威作福？从现在起，正式启动围猎计划。我要争取更多合作伙伴来给他们施压，让陆家在赛车界变成无源之水。是，少爷，我这就去办。徐婉清失去了在赛车界的资源和人脉，我看你拿什么来保你的养子？爸，您
主啊！那个陆晨风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要把我往死里整啊！他嫉妒明轩的赛车天赋，故意串通外人栽赃陷害，硬说明轩在他的热熔胎里栽三角针。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明轩，大夏汽联还要禁赛1年。外公，我好心去帮哥哥检查轮胎，他不领情就算了，还拿刀砍我。外公，我的手好痛，我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开车了？好一个陆晨风，竟敢骑到我徐家的头上撒野，敢动我徐家的外孙，这笔账老夫亲自来算。哼！我在大夏汽联待了这么多年，收拾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易如反掌。小周啊，废话我就不多说了。陆明轩的禁赛令必须立刻撤销，江南省锦标赛的名额必须重新审查。徐老，这真不是我不给您面子。陆明轩往备用胎里塞三角钉，那照片拍得清清楚楚。带几百度的胎温过高速弯，这要是爆胎是会出人命的。证据确凿，禁赛1年已经是板上钉钉了，省锦标赛名额更是。证据？哼！想要证据还不容易。哼，证人、证词都是现成的，你只需要盖个章，把重新调查的消息放出去，其余的事我来办。好，徐老，我照办。陆晨风，老夫让你看看什么叫只手遮天。妈，外公怎么说？大夏汽联还会禁赛我吗？禁赛？在这赛车界，你外公就是天，他老人家亲自出马，大夏汽联那条禁赛令，马上就会变成一堆废纸。我就知道，我是全江城最顶尖的天才车手，他们怎么敢禁赛我？妈，那我什么时候能重新参赛？省锦标赛的正赛名额。急什么？妈不仅要让你风风光光的重回赛道，还要把陆晨风的省锦标赛名额硬生生从他手里扒下来给你。我要让他知道，离开了陆家，他什么都不是。总有一天，他会后悔的。快看大夏汽联的官微，重磅炸弹啊！撤销陆明轩的禁赛令，这怎么可能？江城选拔赛那天，陆晨风拿出来的照片可是拍得清清楚楚，连备用热熔胎里的三角钉都带着血。你懂个屁！公告上写的明明白白，陆明轩提交的行踪记录存在疑点。最关键的是，举报人提供的照片拍摄时间错，和赛道监控时间轴存在整整3分钟的误差。3分钟？对于方程式比赛来说，3分钟的胎温曲线根本对不上。难道照片是陆晨风自己 P 的？为了把名额抢到手，连亲弟弟都下死手诬陷，这也太下作了！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要强行上场装逼，呸！我就说他跑出最快圈率有问题。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毒瘤，就该彻底滚出赛车圈。各位关心我的朋友，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我从来没想过和哥哥争什么，只要他开口，省锦标赛名额我可以直接让给他。可我没想到，他为了毁掉我，竟然会伪造证据。但我不会被打倒。3年前，我有幸被恩师收入门下，他当时说，赛车是勇者的运动，真正的车手永远不会被击败。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顾老先生的教诲，让我有勇气重新坐进驾驶舱。我一定会用省锦标赛的冠军证明自己的清白。我10月怀胎生下陈风，怎么会不爱他？可他流落在外这么多年，沾染了一身市井脾气，心里早就扭曲了啊！他嫉妒明轩的天赋，
嫉妒弟弟不仅能精准掌控赛车底盘，还能跑出完美的切弯路线。他在家里稍有不顺心就砸东西，甚至好几次动手打明轩。我这个当妈的心都在滴血啊！为了保护明轩不被打死，我只能忍痛让他离开陆家。妈，外公这手偷天换日真是绝了！我看陆晨风那个废物现在拿什么翻身？哼，那孩子以为拿了几张破照片就能把你定死。你外公找了京城最顶尖的技术黑客，直接黑进了赛车场的监控系统，把日志的时间轴硬生生往后篡改了3分钟。就这短短3分钟的误差，足以让那些照片变成一堆废纸。你外公说了，大夏七联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婉清，现在全网都在骂陈峰是心理变态，让他去死。他毕竟是我们的亲骨肉，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做得太绝了？绝？他害我儿子差点被禁赛的时候，你怎么不说绝？陆博远，你给我收起那副假慈悲的嘴脸，几句骂名算什么？这才刚刚开始，明轩的梦想谁也不能挡。少爷，您看看，他们不仅篡改了监控日志，还买了大量水军在全网带节奏。现在全江城的媒体都在疯狂朝您泼脏水。陆晨风这种极度亲弟弟的变态，怎么还不去死？自己手残了就往别人轮胎里塞钉子。抵制毒瘤车手，让他滚出赛车界。鉴于大夏七联指出的证据疑点，为了保证赛事的绝对公平，我们决定重启调查。在最终调查结果出来前，关于陆明轩的禁赛处罚予以撤销。少爷，徐家欺人太甚，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立刻启动公关团队进行舆论反击。我们手里有原始数据，只要把那些伪造时间戳的技术证据公之于众，陆明轩的虚伪面具就会被彻底撕碎。不，现在还不是时候。少爷，难道就任由他们这么肆无忌惮地往您身上泼脏水吗？他的判断是对的，现在反击只能打掉一个陆明轩。这是我刚刚完成的徐家在赛车界的关系网模型。徐老爷子在大夏汽联深耕30年，人脉盘根错节，裁判组、赛事主办方、赞助商审核委员会，甚至车手资格审查组都有他的人。几张技术截图，最多只能锤死一个陆明轩。徐老爷子动动手指，就能再扶持一个傀儡出来。我要做的不是打脸，而是刨坟。我已经锁定了大夏汽联周副主席和徐家之间的全部资金往来。过去5年，通过3个海外账户、2个空壳公司，徐家累计向周副主席输送了4600万，每一笔我都有完整的链路证据。青岩，你果然是我最强大脑。既然姓周的为了讨好徐家敢断我的路，那这次我要让他也一起陪葬，我要彻底落碎徐家在赛车界的所有触角。数据已经打包好了，你只需要选一个最恰当的时机，把这些炸弹全部引爆。徐家，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好好享受最后的狂欢吧。经多方复核，行踪日志和胎压数据均一切正常。1号车手陆明轩无任何违规行为，即日起撤销禁赛处罚，恢复参赛资格。关于代表江城出战江南省锦标赛的名额的归属，因存在极大争议，也将择日重新审查。这简直是颠倒黑白！一个能跑出 2.5G 横向加速度的天才，差点被一颗三角钉毁在赛道上。证据确凿的事，你们对得起这项运动吗？
老李，别犯糊涂。你家闺女今年申请的那所京城名校，名额攥在谁手里？不用我提醒你吧？赶紧把他带下去，他精神失常了。请问周副主席，那些连胎毛都拍得清清楚楚的高清照片怎么解释？照片纯属 AI 合成，这完全是对陆明轩少爷的蓄意抹黑。任何敢继续报道的不实媒体，京城徐家律师团将立刻向你们寄出律师函。咱们法庭上见。陆晨风，你个废物，看到没有？我才是官方认证的清白。你拿命跑出来的名额，现在也悬了。哼，他还妄想拿几张破照片翻盘，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全网的水军都在刷屏，谁都知道他是个为了抢个名额，不惜篡改时间戳陷害亲弟弟的下作变态。妈，只要重新审查，他的名额迟早是我的。光拿回名额还不够，下个月就是江南省锦标赛了，那是通往全国锦标赛的唯一机会。明轩，妈要让你在那场比赛上，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谁才是陆家真正的天才。陆晨风，滚出地球！时间错都被暗改了，为什么不信官方，抵制劣迹车手？这么快就开始？网暴不值得你浪费时间，这是我做的完整赛前推演，你认真听。江城国际赛车场，全长 5.2 公里，其中包括17个弯道，最致命的3个位置：7号高速组合弯、12号死亡发卡弯，以及最后一个大直道末端的14号弯。如果陆明轩拿到杆位，他大概率会在7号弯对你发起第一次进攻。12号弯呢？12号弯是全场最危险的地方，下坡发卡弯，外侧只有不到2米的缓冲带。如果有人在这里用 PT 战术撞你的诱惑轮，你会直接失控撞墙，这是最适合制造意外的地方。再说天气，我调取了江城过去10年的气象数据，省锦标赛这个时间段，降雨概率是43%，雨战恰恰是我的强项。没错，如果比赛当天下雨，你的控车能力和极限救车技术将得到最大发挥。你最近总在敲什么？不是已经建完模型了吗？习惯性建模，顺便反推一下徐家的关系网，有备无患。放心，雨战一直就是我的看家本领。如果比赛当天真的下雨了，我让陆明轩有来无回。怎么可能？妈，官网刚刚公布了江南省锦标赛参赛大名单，陆晨风，那个废物的名字怎么还在上面？他的名额不是要重新审查吗？慌什么？没出息！他手就算好了，能有多厉害？明轩，你才是妈一手培养出来的天才。可是妈，陆晨风向来狡猾，我担心比赛当天他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底牌。你说的没错，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我这就给你外公打个电话。爸，陆晨风还在省锦标赛名额内，这分明是在挑衅我们徐家。慌什么？大夏汽联的禁赛令已经撤了，明轩现在是清清白白的车手，一个手废了的弃子，能翻起什么浪？可是万一……没有万一，但你说的对，光靠明轩一个人，确实不够保险。你和明轩安心准备省锦标赛，剩下的我来安排。好的，爸。陈峰，你欠我徐家一条命，现在该还了。需要我做什么？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江南省方程式锦标赛。本次比赛的冠军将代表江南省出征全国锦标赛。没错，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参赛车手。
首先是1号车手，江城赛车界的天骄陆明轩。陆少可是本次夺冠的最大热门，状态简直完美。相较之下，另一位曾跑出最快圈速的选手陆晨风，就惹人争议了。滚出赛车界！哥哥，你那双差点就废了的手，现在真的好了吗？与你无关。等会儿过高速弯的时候，可别哭爹喊娘，把命丢在赛道上。管好你自己，你的终点绝不会是领奖台。1分20秒42，这个入弯的循迹刹车角度，我在这条赛道跑了15年，从来没人敢在这个弯用这个走线。周哥，你说他之前受了那么重的伤，那天是怎么跑出这个成绩的？因为那根本不是在开车，那是在用命去换一条走线。这种人值得被记住。希望今天他不用再拼命。那个07号是谁？看着面生，好像叫陈峰，听说退圈好多年了，怎么突然跑到省锦标赛来了？黑赛出来的，那风格怕是不太干净。陆博远，你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都这样了还敢嘴硬，今天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翻出什么浪。婉清说的是，他这就是自寻死路。陈峰，赛道温度42度，胎压数据正常，场上值得注意的对手有2个。陆明轩在你正前方第3位发车，他的数据我们有完整模型。另外，07号车手叫陈峰，我查了他的注册信息，是临时报名参赛的，过去5年没有任何正式比赛记录。临时报名，什么来头？信息很少，只查到他是10年前黑市赛车的冠军，后来因伤退役。这种老将复出的情况在省锦标赛很罕见，我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建模分析他。对了，12号车手老周，以前在蓝星国际待过3年。18号那个叫小赵的，他师傅是你爸的学生。还有几个江城本地的老将，我都打过招呼了。沈姨，您早就知道徐家会动手？徐婉清那条毒蛇，我太了解她了。这场比赛不会干净，但我能做的有限。他们都是正经车手，不可能为了我儿子放弃自己的成绩。但陈峰的手已经完全康复，只要他正常发挥，没人能挡得住他。收到，先按常规节奏跑，看看他的走线风格再说。儿子，放手去跑，天塌下来，妈给你顶着。各位，万众瞩目的江南省锦标赛马上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倒计时，5、4、3、2、1。复仇即将开始。完美发车，陆明轩首当其冲抢到了第1个位置，他的走线简直无可挑剔。没错，不愧是夺冠热门。等等，我们看看陆晨峰。哎呀，他起步太保守了，现在竟然只排在第10名。毕竟1个月前他才经历了大手术，能回到赛场已经是奇迹了。我就说他不行，连个起步都这么差劲。挤什么挤？入弯绕出半米会死吗？管好你自己的走线。这个07号走线怎么这么脏？看着没动，实际上把路全堵死了。陈峰，这个人不对劲，他的走线非常老练，但这不是正式赛车的走法，这是黑市赛车的防守路线。每一步都在卡对手的死角，同时给前车留出最大的空间。他在保护谁？暂时看不出来，但他的位置始终保持在陆明轩和你之间。你注意观察。
晨风突然发力了，连续超越3辆车，他来到了第5名。这个7号过弯的时候，我根本没看见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太快了。陈峰，07号突然降速了，他在给你让路，但这不正常。收到。根据他之前10圈的走线风格，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位置主动让过车。陈峰，他在等你，他的目标是你的右后轮。3号预案，晚刹车0.2秒，放空内线。太危险了！刚才07号车差点酿成重大惨剧，陆晨风的神级预判躲过了一劫。你们看到没有？那个07号刚才那下是故意的，他在直道上让路，然后从盲区撞过去，这是拼的战术。省锦标赛用这种招数，他刚才撞的是人家的右后轮，那小子之前受过重伤，这他妈是要废人。别放松，这只是一次试探，那个疯子绝不会罢休。来得好！天哪！陆晨风虽然守住了位置，但他的赛车前翼受损了，空气动力学结构被破坏，在这种速度下，这车根本没法开了。陆少，那个07号有问题，你先稳住，我去前面给你探探路。有人帮我打了陈峰，我看到了，是12号周师傅，在沈晒跑了15年的老将，他还是蓝星国际的退役车手。儿子，妈这次安排的不错吧？那徐婉清为了她的宝贝儿子留了后手，我这当妈的可也不能落后啊！妈，谢了，要不然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谢了。这小子下手真……哎，陆少，我挡不住了，你自己小心。够了，既然他是冲我来的，那就别连累别人，我自己解决。下雨了，这可是江城赛道的魔鬼天气，赛道抓地力正在断崖式下降。没错，大部分车手都在减速或者准备进站换半雨胎，但是，天哪！07号车陈峰居然没有减速，他还在用干地胎死扛。进站！我要换胎，这雨太大了，干地胎根本抓不住。不进，再撑3圈，雨势可能会小。找死！漂亮的内线超车，陆全峰抓住机会，直接升至第4名。怎么回事？连个下雨天都跑不明白，还被超了！陈峰到底在干什么？婉清，你别急，他前翼坏了，跑不远的。徐家费尽心机找来的疯狗，也不过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想动我沈兰的儿子，他们还不够格。进入12号盲弯，这是事故最高发地段，2位车手的距离已经不到半米。陈峰的走线偏离了模型预测，他在12号弯没有走常规进攻路线，而是从你的右后方盲区进入，小心 PIT 战术撞击。结束了。07号，你疯了吗？
这是比赛，不是黑市搏命！你到底想干什么？别管我，好你的！青岩，替我记下这个车手的号码。已经记下了。18号，江城本地车手，入行6年，最好的成绩是省锦标赛第5名。他也是沈阿姨安排的后手。撞了！这下他该退赛了吧？这孩子非要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陈峰，反打方向，方向盘向左打4，油门不要松。伤刚好就这么拼，我看你能撑过几个弯？给我死在赛道上吧！陈峰，不要硬拼。刚才陈峰的12号弯进攻偏离了模型的常规预测，说明他开始随机应变了。但我在他的数据里发现了一个新规律：每次他改变策略后，下一个弯道都会习惯性的回到他最熟悉的进攻模式。听好，下一个13号发卡弯，他不会再走盲区，他绝对会从外线重杀，试图利用下坡强吃你。这是他在黑赛中的本能习惯，任何临时变招都改变不了。外线，好啊！既然徐家不要这条狗了，那老子就让他连人带车有来无回！第12圈，陈峰果然像一条疯狗一样死咬不放，他直接从外线抽头，准备在下坡段强行并排入弯。果然被青岩算中了。天哪！陈峰错过刹车点了，他疯了吗？这个速度根本过不了弯。黑市的致命侧撞！气死我了，连个人都拦不住。婉清，别气别气，那砂石地陷进去就出不来了，就算没撞毁，陈峰这局也废了。你们有没有看到，07号从第10圈开始，每一次进攻都是冲着陆清风的右后轮去，这根本不是超车，这是要废人。陆晨风之前受过重伤，07号专门挑右向弯和右后轮打。这不是比赛，这是蓄意伤人。你要不要？这是比赛，我们管好自己的圈速就行。我在这条赛道上跑了15年，15年里，我见过天才陨落，见过黑幕横行，但我没见过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雨战里跑赢整条赛道。如果今天不做点什么，以后我回家照镜子，会看不起自己。老周，你说怎么做？下一圈大直道，我们几个给陆晨风拉一条通道出来。陈峰，还有5圈，撑得住吗？没问题。太顽强了，陆晨风的前翼损伤严重，但他依然滴水不漏地守住了位置。人气选手陆明轩依旧位于领跑的位置，甩第2足足2秒的距离。陆前锋，你就好好在后面跟那条疯狗玩泥吧。这个冠军注定是我陆明轩的。想超我，从我尸体上压过去。情况不对，陈峰连续3圈都在同一个右向高速弯对陆晨风发起虚假进攻，这是在干什么？等等，我找到了。陈峰发起假动作的节奏是有规律的，他每3次虚假进攻后会来一次真正的进攻。刚才已经连续2次假动作了。陈峰，下一个右向弯他会来真的，从你的右侧内线强行插入。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12号、18号还有蓝色赛车，他们在主动保护陆晨风，这在省锦标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画面。让开！老周说的对，如果我们今天不站出来，以后回家照镜子会看不起自己。他们疯了吗？这是比赛，他们在干什么？这是违规，这是舞弊！总监，裁判！青年，他们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份人情，我陆晨风记下了，但接下来的仗，必须我自己打。各位，谢谢。现在，让开。陆少，你说什么？我说，让开。这条疯狗是冲我来的，别让他撞到你们。大家都让开，我可以保证陆少不会出事，而且我会将这些记录通通保存。等比赛结束，他们将成为这些人的坟墓。好，听陆少和顾小姐的。那个07号刚才被我们挡了整整一圈，心态肯定崩了。你们看他现在的走线，就是这里。陈峰，他会提前刹车，你比他晚刹10米，直接切入内线。上当了！漂亮，陆少干得漂亮！那个07号的表情，我真想看看。天哪！陆晨风的前翼彻底脱落了一块，没有了足够的下压力，他的赛车在直道上根本压不住地，随时会失控。太疯狂了！最后5圈的死亡对决正式打响。疯子，他连命都不要了吗？陈峰，稳住！爆胎了！陈峰翻车了，他退赛了！奇迹！这是江城赛道上的奇迹！陆晨风不仅活了下来，他还熬死了那个疯子。他现在升到了第3。陆少，你做到了！那个疯子终于翻车了！冲，陆少！前面就剩陆明轩了，去把他拉下来！陈峰出局了，陆明轩目前依旧是第1名，但只领先你1.5秒。另外，我刚监测到他的引擎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波动，他的直道尾速远超了正常范围，我判断他在违规超频。但这种超频是自杀式的，他的引擎撑不过最后3圈。收到，那就让他在最后3圈看着我一点一点追上去。他跑不掉的。陆明轩，洗干净脖子，等我。去吧，小子，让所有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车手。不可思议！陆晨风连超数车，现在来到了第2的位置，他距离第1名的陆明轩仅仅只差1.2秒。
陈峰确认了，陆明轩的直道尾速极不正常，他的发动机违规超频了，这是不要命的跑法。引擎温度已经进入红色预警区，他这台发动机绝对撑不过最后3圈。陈峰，还剩3圈，稳住。够，3圈，够我把它碾碎了。一个曾经受过重伤的废物也想追上我？老子现在的车速，神仙来了也得跟在屁股后面指挥。陆晨风，给我死一边去吧！天哪！陆晨风的速度居然还在提升，他疯了吗？这种速度，难道他连命都不要了？0.5秒，差距缩小到0.5秒了。陆晨风彻底咬住了陆明轩的车尾。太无耻了！陆明轩竟然在直线上画龙防守，这已经严重游走在违规的边缘。他在故意消耗你，陈峰，别被他牵着走。画龙防守对轮胎磨损极大，他的右前轮胎温已经超标了。徐婉清养出来的阴险小人，简直跟他妈一样不择手段。想跟老子贴身肉搏，去死吧！陈峰，他在制造追尾，左打，立刻左打！太可惜了，陆晨风为了躲避恶意变现，损失了1秒半的圈速，他掉到了第3。休想追上我！老子现在的车速，神仙来了也得跟在后面吃灰。陆晨风，给我躲一边去吧！陈峰，退赛吧，你会撑不住的，不要比了。你不是说过不喜欢看我输吗？那我怎能认输？天哪！陆晨风简直是个疯子，他开启了排位赛模式的最高极限输出，他反超了第3名。他又追回来了，距离陆明轩只有0.3秒了。你为什么不死？你为什么还不去死啊？老子今天就算死，也要把你拉下神坛！太惨烈了！出弯后，陆晨风仍然落后0.1秒，他还能再超过去吗？该死，刹车油泄漏了！大家快看，陆明轩的赛车尾部冒烟了，他违规超频的发动机已经达到了极限临界点。不，我是陆家的大少爷，我是总冠军！你这个小人休想赢我！陈峰，遥测数据显示你的刹车油压归0了，你的刹车快没了，前面就是发夹弯，快减速，你会死的！我知道。那你还……青燕，我说过，我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既然刹车没了，那就不踩了。陆明轩，你的死期到了。天哪！没有减速，2辆车都没有减速，这个速度入发掐弯，他们是在玩命！你这个疯子，你不想活了！给我去死吧！明轩，拦住他，别让他超过去！
命！不配！出弯了，他们活着出弯了，前方就是最后的冲刺大直道。糟了，陆晨风的右前悬挂断了，他失控了，要撞墙了！老天都在帮我！陆晨风，你注定是个输家，去死吧！给我过！出现了！那谁是第一？谁是第一？0.03秒，陆晨风赢了，他横飘过线，比陆明轩快了仅仅0.03秒，他是冠军！江南省锦标赛的冠军诞生了，他将代表江南省出征全国锦标赛。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输给他？不！向死而生，绝境涅槃。好小子，这才不愧是新一代的车神。陈峰，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谢谢。陆先生，请问您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陆先生，大差联会没想说吗？各位观众，这就是大夏赛车界新一代的车神，无刹车状态下以不可思议的横飘过线。陆晨风，江南省锦标赛冠军，他将代表江南省出征全国锦标赛。陆晨风，比赛的途中遭遇这么多的意外，您是用怎样的意志力完成这场比赛的？各位媒体老师，对不起，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又会被人说成是嫉妒，是小肚鸡肠。但为了赛车这项运动的公平，我必须站出来。哥，你跑得真的很好，经历过那么重的伤，能跑出这种成绩，我真心佩服。但正因为佩服，我才更难过。你是我亲哥哥，是陆家真正的血脉，你本可以光明正大的赢我，为什么非要用那种方式？哥，我不跟你争全国锦标赛的名字，你想要？我给你，我只求你一件事，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告诉大家，你车上的辅助转向系统是怎么回事。只要你认了，我们还是一家人，你依然是陆家的大少爷，我依然是你的弟弟，好吗？各位，我是陆晨风的亲生母亲，我知道我这个身份，说什么都像是偏袒，但你们想一想。一个曾经受过重伤的孩子，以240公里的时速无刹车漂移过线，你们真的相信吗？陈峰，妈妈不是在害你，妈妈是怕你被人利用的。你身后那个团队，那些所谓的顶尖技术，妈妈只是担心有人为了捧红你，在你车上动了什么手脚，而你根本不知情。你被蒙在鼓里，拿着不属于自己的成绩。将来真相大白那一天，受伤害的还是你呀！陈峰，爸知道你恨我们，这3个月你在陆家受的委屈，爸认。但明轩不是为了跟你抢那个名额，他是怕你一条路走到黑，以后回不了头。你现在身后有大公司、大团队撑着，风光无限。陆家在你的商业版图面前算什么？我们挡不了你的路，也不想挡。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们。哥，你非要这样吗？你今天跑出的数据，任何一个懂赛车的人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你曾经受过那么重的伤，没有辅助系统不可能完成那些操作。这个全国锦标赛名额我不要了，就当是我替陆家还给你的。但哥，我求你一件事，让第三方独立机构重新检查你的赛车，如果没问题，我陆明轩从此退出赛车圈，绝不再提这件事。如果有问题，那我也不怪你，你只是太想赢了，我们都理解。明轩，
你用不着拿自己的前途给他做担保。你外公请来的那些医学专家，那份病例报告，咱们不拿出来了，不说了，什么都不说。陆仁峰，你愿意接受第三方车检吗？陆太太说有病例报告，请问是什么内容？陆明轩，演够了吗？说我作弊，证据呢？哥，你问我要证据，我一个车手，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去查你的车，查你的团队？我所有的依据就是我对这项运动的基本认知。一个曾经受过重伤的人，不可能完成240公里时速的无刹车漂移。但是你非要证据的话，我可以说一件事。3年前，我恩师顾老曾在课上亲口说过，神经受损的车手，就算手术成功，康复期也不能少于3个月，这是铁律。哥，你伤愈到现在才多久？顾老是赛车界的泰斗，他的话就是权威。我不需要什么破数据，我只需要问一句：你打破的是你的伤，还是顾老几10年的专业判断？顾廷山，培养出好几位 F1 车手的顾老。天哪！竟然是顾廷山顾老，那可是带出过数位 F1 车手的绝对权威。听见了吗？连顾老的高徒都发话了。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还不赶紧离开这里！来人，把他的车拆了，肯定是偷了我们陆家的底盘调教数据。看到了吗？这就是权势。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辛辛苦苦拿到的冠军化为泡影。你拿什么跟我斗？好大的口气！我沈兰的儿子需要偷你们陆家那种上不了台面的垃圾数据？那是国内最顶级的赛车经纪公司创始人沈兰，赛车界真正的资源女皇。给各位正式介绍一下，陆晨风是我沈兰的儿子，也是我公司未来的继承人。他身后的赛恩氏团队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医疗、训练和数据分析资源。这不可能！沈董，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他就是个连亲生父母都不要的人。我沈兰的公司在赛车界拥有的资源和人才，还需要偷你们那点破烂？那又怎么样？有钱就能改变物理定律吗？我老师顾廷山绝对不会看错。只要我老师一句话，大夏麒麟照样剥夺他的冠军，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收过你这种不择手段、满口谎言的人当徒弟？老师，您终于来了，您快跟媒体说。你根本不是我的学生，有什么资格代表我说话？几年前托关系跑来听了我一节公开课，就敢打着我的名号招摇撞骗，你也配叫我老师？顾老，您这是干什么？我们明轩可是……各位媒体听好了，陆晨风才是我顾廷山唯一的关门弟子，也是我女儿顾清燕的未婚夫，是我顾家的乘龙快婿。这不可能！你明明就是个废物！你在陆家的时候明明什么都不是。说完了，现在该我了。你们不是要证据吗？睁大眼睛看清楚！第22圈大直道，陆明轩的引擎温度突破临界点，直道尾速异常拉高。这是严重违规的发动机超频。不但如此，23圈恶意变线，24圈故意强行关门撞击，到底是谁在作弊？这是假的，这都是你们伪造的数据！你们仗势欺人，合伙欺负我们二花母，大家别信啊！伪造？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小周啊，废话我就不多说了，陆明轩的禁赛令必须立刻撤销。江南省锦标赛的名额必须重新审查。徐老，这真不是我不给您面子。陆明轩往备用胎里塞3角钉，那照片拍得清清楚楚。证人、证词都是现成的，你只需要盖个章，把重新调查的消息放出去，其余的事我来办。陈峰，你欠我徐家一条命，现在该还了。
需要我做什么？明天的省锦标赛，我要7号车手陆晨风永远留在赛道上。内部老是翻盖手机，信号加密等级极低，只需要锁定他的基站位置，逆向破解只需要2分钟。这是徐志国通过非法手段窃听并收集的赛场监控篡改证据，以及他与陈峰的通话记录。陈峰在赛场上的每一次恶意进攻，都有徐志国的直接受益。这5年，徐家通过3个维尔金群岛的空壳公司转移资金，他们以为离岸账户就查不到，但只要有资金链路，就没有我跑不通的数据模型。5年4600万，涉及3届国家级锦标赛的裁判操控，2次全国锦标赛选拔资格的非法交易，以及本次江南省锦标赛的全部裁判组成员名单。每一条资金脉络，我都有完整的证据闭环。不，这不是真的！你们怎么会有这些？陈峰，我是你亲生父亲啊！你不能这么对我！亲生父亲，从你们在我的刹车上动手脚，买通医生的那一刻起，你我就不是父子。徐婉清、陆博远、陆明轩，你们涉嫌故意伤害、贿赂赛事裁判、操纵比赛结果，徐家老爷子已经先行落网，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带走。放开我！我是总冠军，我还没说。陆晨风，我不会放过你的。现在宣判，被告人徐婉清数罪并罚，罚有期15年；陆明轩罚有期8年；陆博远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徐志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大夏汽联周涛罚有期12年。被告人陈峰受人胁迫，但手段恶劣，多次故意撞击参赛选手的车辆，严重影响比赛秩序，罚有期1年6个月。其余从犯依法惩处。今天我宣布，公司将注资成立赛道安全基金会。我希望用我的经历，帮助更多年轻车手远离危险。另外，借这个机会，我想感谢省锦标赛上为我挡过车的每一位车手。陆晨，听说徐婉清在狱中多次申请见您最后一面，都被拒绝了。她毕竟是您生母，您真的不原谅她吗？她不是我母亲，我的母亲叫沈兰。孩子，妈妈在。感谢各位莅临，我儿子陆晨风将以省冠军身份出战全国锦标赛，蓝星国际将全力支持他冲击全国总冠军。陈峰，全国锦标赛可不是省赛能比的，那里的对手都是各省的顶尖车手，而且我收到风声，徐家在海外的势力可能要有所动作。徐家？徐婉清不是已经进去了吗？徐家不止一脉，徐婉清还有个弟弟叫徐文渊，20年前因为涉及海外黑市赛车命案，被徐老爷子送到国外避风口。这些年他在东南亚赛车圈混。
经接近这条赛道的理论极限了。但是，我对比了 WN Racing 车队在欧洲测试的数据，他们的车手江晨、圈速和陈峰在伯仲之间。数据只是数据，上了赛道，比的不是谁的数据好看，而是谁的心脏更大。江晨的资料我看了，他的走线风格和我很像。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他是徐文渊花5年时间，按照你的驾驶模板培养出来的，他对你的了解，可能比你自己还深。那就更有意思了，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复制我的灵魂。儿子，妈相信你，不管对面是谁，你永远是赛道上最亮的那颗星。陆晨峰的所有比赛录像你都看完了？看了3遍，他的技术确实顶尖，但有致命缺陷。什么缺陷？他太依赖极限救车了。换句话说，他习惯把自己逼到绝境，然后再从绝境里杀出来。这种习惯总有一天会害死他。说得好，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全国锦标赛上把他逼到绝境，然后让他永远出不来。陆晨峰，我等这一天等了5年。这是他的刹车调教数据，我从黑市弄到的，你好好研究。有了这个，他的命就攥在我手里了。你怕吗？怕，但不是怕输。那你怕什么？我怕的是赢了所有人，却输了你。少来这套，数据不会骗人，我也不会离开。但是陈峰，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比赛的时候，不要再拿命去拼。你已经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陆晨峰了。你有沈怡，有我爸，有我，还有整个车队。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好，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什么？全国锦标赛结束，嫁给我。等你拿了冠军再说。请问陆晨峰选手，您如何评价您在全国锦标赛上的主要对手？不用麻烦他回答了，我来说。陆晨峰，我知道你很能打脸。省赛上你打脸了陆明轩，打脸了徐婉清，打脸了整个徐家。但这次你打不了我的脸，因为我要让你记住谁才是最强的。上一个跟我说这话的人，现在在监狱里。监狱？你觉得我会怕那个？徐家输是因为他们不够狠，但我够。陆少，这个江晨我听说过，他在欧洲 F3 的时候撞飞过3个对手的车。不是撞飞，是撞残。有一个车手被他从侧面顶进护栏，脊椎骨折，直接退役了。而且每一次赛事调查的结果都是赛道事故。这人邪门的很。他在欧洲的录像我看了，他确实喜欢在盲区动手，但每次动手都有一个规律，他的目标都比他慢。什么意思？他只欺负比他弱的人，一旦遇到比他强的，他的意外就消失了。这说明他不是不怕死，他是不怕别人死。那你打算怎么办？在赛道上比他快，比他狠，比他疯，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疯子。陆少，不管怎样，我们挺你。再看也看不出新东西了，你已经看了4个小时了。他的走线太完美了，完美到不像一个真人。你想说什么？我怀疑他的赛车上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你能查到吗？可以，但需要时间。
而且我需要进入 W1 Racing 车队的内部网络。太危险了，不行！你以为我只会敲键盘？这个可以穿透3层防火墙。青岩，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多着呢，所以你得好好活着，慢慢发现。顾小姐，太危险了，万一被发现……不会被发现的。这个无人机用的是军用级隐身涂层，热照相都扫不到。找到了，再给我30秒。20秒，10秒，被发现了，快撤！拿到了，江晨的死穴。这是江晨赛车的电子控制系统参数，你们看这里。这套系统可以在0.01秒内自动修正转向过渡，也就是说，江晨在极限过弯时根本不需要像正常车手那样反打方向盘，系统会替他完成。这是违规的辅助驾驶系统？不完全是，这套系统的技术很先进。只要不触发检测位值，赛前车检根本查不出来。这就是江晨敢在盲区强行超车的底气，他不需要担心失控，因为系统会帮他兜底。所以，他不是比我强，他是比我的车强。准确的说，是他的电子系统比你的手动操作更稳定、更精准。但有个问题，这套系统对轮胎的消耗极大，尤其是右前轮，磨损速度是正常的3倍。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在比赛前期不断逼他极限过弯，他的轮胎会提前报废。没错，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徐文渊，你千算万算，没算到我儿媳妇是个天才黑客。沈姨，我不是黑客，我是数据分析师。都一样，能赢就行。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全国方程式锦标赛总决赛。今天，来自江南省的冠军陆晨风将迎战海外天才江晨。陆晨风，今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废话真多。赛道上见。这场对决注定载入史册。5、4、3、2、1，开空！江晨起步太完美了，他第一个进入1号弯，陆晨风紧随其后，只差0.3秒。不急，让他跑。前5圈，我要逼他消耗轮胎。这么快就怂了？疯了！太疯狂了！陆晨风在7号弯和江晨贴的只剩几厘米，这是在玩火！一套轮胎，我赌你撑不过15圈。他故意的，他在消耗我的轮胎。老板，江晨的右前轮胎温已经超标了，陆晨风一直在逼他用极限走线，这样下去，
15圈后轮胎让江辰提前进攻，不要等，现在就动手。可是现在才第8圈，他的轮胎……我说现在不把陆晨风干掉，留着轮胎有什么用？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天哪！他们并排过弯，这在12号弯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太危险了！是泥鳅吗？江辰的右前轮胎已经到临界点了，最多再撑3圈。徐文渊，你的宝贝车手要完蛋了。沈姨，我还有个发现，江辰的刹车点数据出现了异常变动，他的反应时间比开场时慢了0.2秒，轮胎抓地力下降，已经开始影响他的判断了。陈峰，你听到了吗？收网的时候到了。收到，最后一击，我来。看，江辰的赛车冒烟了，是轮胎还是引擎？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快？游戏结束。结束了。江辰退赛了，轮胎爆胎，陆晨风现在领跑全场。废物！我花了5年培养的废物。计划 B 启动，让幽灵上场。收到。等等，那是谁？19号车手之前一直排在第10名，怎么突然提速了？这人不对劲。查不到，这个车手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他的赛车也没有通过赛前车检记录。什么？那他是怎么上赛道的？有人黑了赛事系统，伪造了他的参赛资格。沈爷，这不是比赛，这是谋害！立刻联系赛事总监，让他们出红旗终止比赛。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开始缠斗了，而且陈峰不会同意终止比赛的。这孩子永远这么倔。该死！这是蓄意撞击！赛事组建，快出红旗！不管你是谁，想害我，你得有那个命。你以为赢了江辰就完了？这才刚刚开始。这招我在黑市见过。你！天哪！灰色赛车横在了赛道上，后方大乱，多车连环追尾。冠军，陆晨风，全国锦标赛总冠军！我的儿子，我的骄傲。各位，我宣布，陆晨风将代表大夏出征亚洲方程式锦标赛。青岩，你说过我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那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和我共享这条命？
我愿意。这孩子总算开窍了。今天的灰色车手查到了，谁？东南亚黑市赛车圈的传奇车手，代号幽灵。5年前神秘失踪，没想到被徐文渊藏了起来。他已经被警方控制了。徐文渊呢？跑了，但在他的基地里，警方找到了大量非法改装赛车的证据，还有几份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他跑不掉的。亚洲锦标赛呢？他还会有后手吗？不一定，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徐文渊不是那种会轻易认输的人。陈峰，你要做好准备，更大的风暴可能还在后面。不管多大的风暴，只要你在我身边，我都不怕。少来这套！明天开始，我给你制定亚洲锦标赛的训练计划，这次不许再拿命去拼。好，听你的。儿子，亚洲锦标赛的对手比全国赛强10倍，你准备好了吗？妈，我从来不怕强敌。只要我的团队在，我的家人在，我就不会输。少说大话，上车训练。亚洲，我来了。从被抛弃的人到全国冠军，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用汗水和坚持换来的，但我不后悔。亚洲锦标赛，等着我。